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ancy，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商业的烫发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model 的发质。我们从镜头里面呢，可以看到我们的 model 脸型其实它是偏菱形的，也可以看到它的头发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贴的一个状态，就很贴头皮啊。那前面刘海的位置呢，是它本身自己剪了的一个刘海。那今天我的这个烫发呢，我不想要再去增加它刘海的一个长短度，我可能就是刘海的长度我会选择去保留。那这样我在刚刚烫起来一点点弧度的时候，长度会刚刚的好啊。因为偏菱形的脸型呢，我们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修饰它的太阳穴的地方，其他的都可以了。它的发质呢，其实算是比较健康的，但是呢是偏细软的一个状态啊，不会特别的硬。它的整个头发的发量呢，是前半部分的头发会比较少，后半部分的头发呢是非常多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呢，我们去检查它的头型，它的后头部呢，这个弧度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弧度。检查一下 model 的发际线，它的发际线呢是一个比较常规的，没有倒长也没有发旋啊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发际线。今天我选择的这款烫发呢，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厚重感的，它不会特别的薄。那这样呢，针对我们 model 来说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。因为今天的烫发可能会烫到这个位置，头顶的位置，那这样呢，它的头顶容易蓬松起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 model 去洗头。我们的分区呢，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它就是一个前后的分区就可以了。我们侧区呢上下去分开，先从我们的侧面去开始裁剪，这样的话我们好定这个发型的一个长度。那这个长度呢，我们可以根据你顾客的需求，你可以定长也可以定短，都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长度定到下巴上去一点点的位置，因为菱形的脸型嘛，下巴其实是非常漂亮的，我不想留得很长，把它的优势去盖住。所以呢，我们选择定到下巴的位置。在裁剪的时候呢，也比较简单，我们选择一把削刀。因为它的头发呢是很直的一个状态，如果我们选择剪刀呢，会出来一个问题，头发呢会出来特别僵硬的面。当我们定完这个长度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左右的划 C， 把里面一些长的我们去把它削掉，得到这个长度呢，我们就可以了。以我们下区的长度为引导，不要有任何的提拉角度，然后去削。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技术，自然垂落。在这里呢，如果我们没有削刀，我们可以选择剪刀的点剪去做，没有关系啊，只要得到一个柔和的结果就行了。在这个侧面呢，我们得到一个自然柔和，然后低层次的一个底线就可以了。我们在这里呢削平啊，尽量不要削圆，也不要削着往下去走啊，我们不需要有这样的结构，我们削一条水平线就可以了。好，另外一侧，我们呢找到两边对称的长度，然后呢去把这个长度定掉，去检查啊，一定要两边的长度是一致的。定好这个长度以后呢，我们水平慢慢的看到这个引导去削。注意在我们用削刀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这样弧度这么大，如果这么大的弧度呢，头发出来容易毛躁啊。选择好你要的长度，看我削刀摆放的位置，弧度一定要小。那这样呢，我们是很简单的去把这个长度拿掉，得到和两边相同一样的底线就可以了。不要向前去提拉，如果我们向前去提拉呢，我们的头发前面会短掉。削刀的幅度呢不要太大，如果幅度太大呢，头发容易毛躁。当我们去剪这种低层次的头发去烫发的时候啊，如果能用削刀就不要选择剪刀，因为本身层次会比较厚重，如果我们用剪刀呢，剪出来会比较僵硬，它出来的结果不会那么完美。两边裁剪完以后呢，我们去裁剪后区，水平分区啊，以我们这个前侧的长度为引导，然后呢也是选择削刀，慢慢在这个位置走一个圆弧形的线。走一个圆弧形的线呢，也意味着我们的后区可能会偏长一点点，尽量在这个位置呢不要剪成齐的，就是我们后区跟前面不要剪成一样长的，后面要留了一点点微微的层次啊。如果我们的后区剪成齐的，烫出来以后呢，整个头发的卷度啊、外线它都是一样长的，那这样看上去呢没有那么漂亮。慢慢呢和我们前侧去做一个衔接，后区呢得一个圆弧度就可以了。我们的底线呢尽量的左右划 C， 然后交叉的去检查。第二层微微的提拉一点角度，以我们下区的长度为引导。
斜向前分发片，不要超过我们的45度，慢慢去削一个非常低的层次。剪这一类的头发呢，我们张力一定要轻。我们的目的呢只有一个，建立一个基本的柔和结构。同样的方式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剪这一类的发型，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喜欢把前后的层次建立的都是一样长度，都是一个角度。那这样呢，你会发现你烫的头发整个后区啊，它翘起来那种卷度会比较不自然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的后区要微微的有一点点层次，前区呢设定一个比较齐的外轮廓线。那这样呢，我们烫完以后，后区啊，它不会看上去很整齐、很死板。到我们转角以外的地方呢，微微的往后带一点点，保留或防止我们把耳上的这个位置去剪缺。当我们保留这个长度以后，发片微微的向前去带，有角的地方呢，把它去磨掉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会得到一个非常自然的形体。头顶呢比较简单，自然垂落，微微的提高一点点的角度，选择以下区的长度为引导，去削掉就可以了。往后去带，另外一侧呢也是相同的。这一类的发型呢，是很受年轻人的顾客群体去喜欢的一个。当我们的顾客比较年轻的时候，层次呢不要建立的过于太高，微微的向后去带，保留转角以外高发际线的那些地方的一定的长度。裁剪的方式呢比较的简单，前区呢我们低角度去提拉，后区呢微微的45度以内的角度去建立一个比较自然的层次就可以了。整个头呢其实不太考我们的基本功啊，但是呢需要你剪出来的头发有一定的柔和度。我们第二层的位置往后带剪完了以后呢，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不连接的地方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斜向前去提拉，检查一下有没有尖锐的角。如果有尖锐的角呢，我们把它去拿掉，因为本身前面的头发会比较短一点，让它做一个更自然的过渡。前后去分开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做一个交叉的检查。因为本身呢它是削刀削的，我们呢去检查一下，看一下发尾有没有一些特别碎的地方。如果有呢，我们选择剪刀去把它挑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不用去管它啊，尽量，如果不是那种特别碎的，尽量不要去破坏它的柔和度。顺带呢检查一下我们的头发有没有在转角的位置它会特别的长。如果我们转角的位置特别长，它会显得头比较的宽。在这里呢，要得到一个瘦长的椭圆形的一个结果就可以了啊。层次呢，不要看到有非常多的那种结构感，也不要看到有非常多的硬切口就可以了。看到一个椭圆形的形状，然后非常柔和的结果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 model 的头发呢，它前面是一个特别贴的状态，但是呢，今天我的发型其实是不需要有非常多的结构的。因为它前顶区的头发呢是比较贴头皮的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要取1公分的宽度，以我们后区的长度为引导，选择挑剪的方式，去把表面的层次做一点点起来。那这样呢，我们一会儿去烫发的时候呢，头顶它容易蓬松，做一片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做太多。前面的刘海呢，我会去增加一点点，因为它自己剪的刘海太过于的少。然后呢，它的长度是在这个位置。那今天呢，我可能不会以这个长度为基准，我呢要比它的这个长度呢再短一点点，再长一点点，到它鼻尖的位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个菱形的脸，因为我们在一会儿再去烫发的，就是我希望长度长一点，烫了以后呢，刚好在这里能够遮住它，太阳穴比较凹的地方啊。所以它原有的刘海长度我们不要去管它，重新设定一个刘海的长度到我们鼻尖的位置。设定好长度以后呢，我们平行头皮去提拉，所有的发片呢都往中间去带，把它剪掉。剪掉以后呢，我们第二片分到我们退化点的位置，
往前去带，平行头皮，手慢慢的变成斜线，看到这个引导，我们去把它拿掉，剪到这样的程度呢就可以了。它会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边缘层次，分到退化点的位置。因为本身 model 的头发呢，它是比较贴的，如果刘海剪得比较少，它其实不会特别漂亮啊。所以增加它的厚度，让它前面的头发去平衡后区的头发，看上去体积发量是一样的啊。当我们把刘海第2片剪完以后，前面这个头发下面这个角我们就不要去把它破坏掉啊，尽量的去保留住这个角，一会儿呢我们再烫起来，它会非常的漂亮。不要在这个位置呢把它剪成这样的一个圆弧度。当然如果你的顾客脸型比较小，这样是 OK 的，没问题。但是今天呢我不会去剪。把后头部的头发顶区的全部往前去梳，如果看到有长的特别长的，我们呢去削掉，比我们的刘海呢长1到2公分都是可以的。这样做的目的呢是我们的顶区的头发烫完以后容易有蓬松感。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湿发结构已经剪完了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形体，是一个非常柔和的结构。接下来呢我们去打薄，我们的打薄分区呢也比较简单，分一个对角线就可以了，分到我们枕骨的位置。这样的头发呢，如果头发不是特别多，其实我不太建议去打薄，就我们削完结构就可以去烫了啊。但是我们的 model 的头发呢后面真的是太多了，所以选择用牙剪去把它打一下。贴根我们只需要打一下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呢发尾的地方我们去做一下，选择10%的牙剪去做，这样呢头发不容易毛躁，发尾呢增加一定的柔和度。如果头发适中的，不要选择牙剪，因为这一类的头发本来烫完以后它就是有一定的慵懒感跟厚度感，所以不需要去把它打得过于的太薄。当我们打得太薄了以后，你去烫发，你会发现还原度不是这么的高啊，它会丢失质感。发尾呢看到柔和的结构就可以了，发尾再打一下，角度慢慢的往上去抬，打的次数不要超过3下。发根的地方提拉起来去做一下，边缘的地方看上去有点厚实感的把它去做一下。那这样呢我们下半区就已经结束了，上半区选择挑着去打，发尾的1/3处，水平角度的提拉，真正发尾的地方一点都不要碰啊，只在1/3处去做就可以了。那比如说头发也不是特别多的，中等多的那种的，我们就可以干嘛？只打我们下面那一层都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一定要保证你的发尾是足够柔和的。我们挑着打有一个好处呢，是它可以得到虚和实的发尾对比啊。原位去提拉，顶区的位置，发尾的1/2处挑掉。那整个一个结构呢，它是从深慢慢的到浅的一个非常大的堆积切口的打薄方式。一般我遇到头发软的我都不打薄的，就直接就去烫也是 OK 的。好，得到这个结果呢就可以了。往前带，打发尾的1/2处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先往后去带，角度呢慢慢的往上去提，再把所有的头发呢往前去带，慢慢的再往后去打，再到我们顶区的位置挑掉就可以了啊。往前带，往后打，这样呢我们头发能够产生推力的同时，你的牙剪切口不会在一个面啊。这样呢我们的打薄就完成了。我们的刘海的地方呢现在还是湿的，而且它的头发本来就比较少，刘海的地方呢我想烫了以后我们在干发的时候去处理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
整个头发呢其实是偏非常厚实的一个啊。我其实牙剪就只是把它的发尾去做柔和，这样呢我们烫出来的那个卷度的痕迹，发尾翘起来的时候它不会很整齐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去烫发。因为它的头发呢是比较厚的，头发呢也比较细软，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钢具的时候不要太大。那今天呢我会选择绿色的这个杠子，药水呢还是用我们往期视频里面那个菲尼的药水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烫发呢，这个头发是不用去吹干的，因为吹干也没有什么调整的，因为就要保留头发的一个厚实度啊。然后呢分区比较简单，可以看到啊，我分到了枕骨的位置。当我们遇到头发特别多的时候，我们下半部分这个区域可以分高一点点，没关系的啊。选择小号的杠子，然后呢我们反卷，不要有任何的提拉角度，慢慢的卷到发根。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它有卷度，只需要呢它有一点纹理感，这样呢我们上下的头发它会过渡的更加自然，且它这个地方反卷有一个收紧的动作。中间这一层的发片呢我们分的稍微要厚一点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 model 的整个头发后区它是很多的，如果我们遇到头发比较少的，我们呢区不要分的这么的大，分的这么的宽，我们可以降低一点点，因为后头部它非常的多，那我分高一点点，在这个位置我只需要卷一个 C 型，那是不是这个位置的头发它不容易鼓起来啊？它不会产生很多的面啊。那当我们遇到头发少的，那这个位置你也卷一个 C， 但是发片分薄一点，这样呢我们的头发上面再去用其他的卷法的时候，它能够增加它的体积。可以一起放药水啊，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只需要烫一个 C 型。放好药水以后呢，在这个位置选择低角度，选择我们绿色的杠具，向内去卷，卷一圈一个 C 型就可以了。中间这一片的位置呢，角度微微的抬高15度，也是同样的方式向内去卷，这样呢它这个位置会低，这个位置会高，它会有一个凹凸凹的面。这一层呢我们都不需要它有非常多的卷，只希望呢我们上面头发卷的时候，下区它能够得到一个衔接自然的弧度。那这样呢我们的这个区域就已经剪好了。我们的侧区呢卷法就要发生变化，所以我们侧区在这个位置呢上药水，你也要保证卷成一个 S 型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在侧区要烫2圈，药水呢多放一点，角度呢微微的抬高。药水放匀了以后呢，我们要把发片聚在一起，选择包裹性的上发纸，同样的杠具，斜向后45度，慢慢的卷上去。在这里呢一定要记得啊，我们的卷呢它不能是这样直直的去重叠，它一定是缠绕，有点像缠绕的 S 型啊。好，那这样呢我们烫出来以后呢，它有一个 S 的纹理，但是呢我们的发尾啊它不会这样弹上去，如果发尾这样弹上去呢，头发会显得太过于的 A 型，那样不是特别的漂亮啊。上药水多上一点，在侧面我们烫一个 S 型。当我们遇到头发特别厚的，密度特别多的，一定要多放药水，微微的提高角度，发片一定要聚在一起，选择绿色的杠具，发尾向后，慢慢的往上去卷，卷到超过我们上药水的地方，选择橡皮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第2层呢，选择分2到3公分的一个宽度，然后呢药水呢我们还是要上一个连环的 S 啊，离发根的位置呢有3到4公分就可以了。然后呢把整个这个区域的发片分布好，你要卷几个杠子啊，角度呢微微的抬高，发片呢向前去提拉，同样的发片要聚在一起，选择呢斜向后。同样的啊，尽量不要让我们的发片是重叠在一起的，卷到发根。第2片呢，我们原位去提拉，上杠的方式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所有的提拉角度是相同的。
发片的角度不能有高有低，如果我们的发片角度有高有低，那这个时候会出来一个问题，所有的卷它是乱的。卷的发片的方向也是要统一啊，你不要有一个正一个反，因为这样呢，我们头发出来的那个卷的痕迹度它不会特别的高啊，这一点要特别去注重。我的发片呢分的相对来说会薄一点点，因为它的头发很厚，很厚时，如果我们的发片分得很厚，那出来的结果是它不怎么卷啊，所以我的分发片会比较的小。所有的发片呢往前去带，然后呢发尾的方向往后去甩，慢慢的往上去卷，然后呢上皮筋。因为最后烫出来呢，我们的头发呢它会有一点点类似于蛋卷头的味道啊，所以特别注重的是我们卷的方向、角度和你发片的聚拢感。如果我们的发片太散，出来会得到头发的卷度，它也会特别的松散。在我们今天要表达的这款发型上，不需要它有松散的感觉啊。刘海的位置呢，我们中心线分开，高于头皮45度，选择大号的杠距。所有的卷呢朝内去卷，发尾朝里去卷。到发根的时候呢，尽量的重叠在一起。注意啊，我们这里的药水呢不需要上到发根，离发根呢2到3公分的距离就可以了。高角度，发尾往里面去卷，然后呢慢慢的剪进去。越卷到根的时候呢，整个头发要重叠。我们的药水呢不要上接近发根啊，不需要上到发根，离发根有4到5公分的距离就够了。角度呢要比我们下面这一层呢略微的高一点点。这一片发片不用向前带，也不用向后去带啊。我们这一片发片呢微微的去向后带，选择同样大的杠距。注意我们的发尾一定不要叠在一起，慢慢的向里面去卷。第2片的位置呢，我们原位去提拉，慢慢的向内去卷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卷杠呢要比第1个的卷杠稍微低一点点。发尾呢记住要预留一点点啊，不要横着卷。发尾呢我们尽量要让它烫出来以后呢偏直一点点的感觉。第3个杠距呢，我们又比第2杠呢稍微的高一点点，微微的去往后带。发尾在这里的缠绕是这样的啊，不是这样横向的，要去注意啊。然后慢慢的卷，卷到和我们对面是同等的高度。在上顶区呢，我们的这个发片啊，不需要分得太过于的薄啊，跟我们所有的分发片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杠距呢，要略比第1个低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的第3个呢，要比我们的第2个高一滴丢，这样烫出来呢，我们的头发它会有一个错乱的高低不一样啊。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，我们整个头顶它取卷的方向高低不一样呢，看上去它头发不会特别的死板。这样呢，我们整个排杠已经结束了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统一的一个方向，统一大小的发片，统一的角度，烫起来呢，它的质感会特别的好，卷的方向还原度会特别的高。那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头发还要再多的，那这个卷呢可以是阶梯式的，比如说低低低，也就是说卷到发根的这个位置啊，不要那么近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你看发根的位置衔接是不是就相对来说它这个是很少的，是因为它前面的头发比较少，所以说我会剪得比较密。那如果前区的头发比较多，那我们这个杠距呢可以再放下来一点，然后呢这个杠距在这个位置，那这样呢我们烫的头发它的取卷程度，它直的这个地方会比较多，那留起来我们头型会显得更加的有空间感，而且呢会减少头发的体积。好，剩下来呢我们就是加热。这个头发呢我们会加热10分钟80度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已经加热了10分钟，然后呢我给它冷了10分钟。现在呢我们来检查，猜一个我们最后卷的杠距啊，
拆了以后呢，我们要用这个宽尺的梳子去梳一下，然后呢去抖一下，看一下你这个卷的回弹力啊。OK，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呢，就是我想要的一个状态，可以看到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检查一个，就是我们一开始卷，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呢只有一点点的 C 型啊。我们检查这个杠距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加一点点，就是看这个卷的回弹力的同时，要看一下它是不是你想要的一个效果啊。因为检查冷烫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对照的绝对标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有一点点经验的成分在里面啊。好，我们检查完了以后呢，我觉得这个卷都是我想要的，现在我们开始定型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定型结束了，我们拆杠。这个呢是我们拆完杠的一个结果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一定要注意看，你看所有的头发的发尾啊，它是一个有点直的状态啊，看一下，一定不要把我们所有的发尾它都重叠，这样的话头发出来不会特别的漂亮。好，现在我们去洗头，这是我们刚刚烫完的一个结果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种发型呢，其实自然干是最好看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在现场你要帮顾客去吹干的话，就要遵循我们这个卷的卷度，你把它放好，然后呢，把你所有的卷怎么卷的，你给我怎么放好，然后呢，我们选择烘皂去把它烘干。我们在烘的时候不要这样去烘啊，你就顺着小风慢慢的在这个位置去走动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打任何的东西。我们烘干完了以后呢，用吹风机开中风、中温、小风的去把它抖散啊。刘海的位置呢，先往下去吹，风不要开太大，头顶呢反方向去吹，把发根呢去吹干。一般平时呢，我们在现场做沙龙的话，我们吹8成干就可以了啊。哦，它这样斜分也很好看。反方向的去把发根吹松，最后呢，我们开大风。把刘海吹起来，打一点点3号的发蜡，不要打太多了啊！太多了以后呢，我们整个头发它都会很油。其实像我们打摩丝也是可以的。打发蜡呢，主要是一会儿我们要去拍照，所以边缘的地方呢，我们要把它处理的稍微干净一点。像我平时做现场的话，就可以不用，约到我们的后区的发际线这个边缘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去打点精油，你们也可以选择摩丝，把表面一些毛躁的头发。我们呢把它打一点点，捏一下就可以了，尽量呢保证干净健康的一个状态。最后呢，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一点点的卷。像这种类型的头发呢，它看上去会有一点点韩式淡卷的味道啊。如果要拍照的话，我们这些边缘可以拉几丝起来，因为卷的方向是统一的，所以你看不到这个头发很乱的感觉。顾客呢打理起来也会比较舒服，也会比较简单。刘海呢，我们可以去留眉上的刘海，也可以像我这样的分开，也可以呢到眉毛那个位置做一个斜分，都是 OK 没有问题啊。刘海呢，我们做一些虚实的对比就可以了。它的刘海的厚薄度其实是刚刚好，所以我就不用再去修了。那如果我们吹干，你会发现刘海你的比较厚，那你可以选择10%的牙剪，然后呢去调整一下是 OK 的。那这样呢，我们整个发型就已经结束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轮廓感。因为我们的卷是方向统一的，所以你能够看到所有的方向都是叠在一起。当然了，你可以卷的稍微再高一点。好，希望这款商业的短发烫发能够帮助到你们，也希望你们喜欢。